大家好，我是历经磨难选择重开的万分大神。最近呢，长江流域的百姓一直笼罩在高温酷暑之下，让人们苦不堪言。就连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也只有大片裸露的草洲在炎炎烈日下暴晒，一些小渔船搁浅在岸边，浅黄色的滩涂几乎全部裂开，连鱼也被晒成鱼干。现在整个鄱阳湖基本上只剩中间的水道，宽的地方有100来米，窄的地方只有几十米。自7月份以来，多个地区高温干旱持续，再加上电荒，让很多行业再次受到冲击，许多机构纷纷下调了中国经济预期。在经历过严厉的疫情防控后，中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经令人担忧，再加上如今的严重干旱，无疑为本就下行的经济在雪上加霜。那么都有哪些行业会受影响呢？而在当今中国经济的窘境下，在青年人高失业率的同时，还有一个人群被忽略，那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，这个压力更大的群体。他们不仅不敢躺平，还要面对着生活巨大的不确定性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下这些话题。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，中国也遇到了高温天气，当时网上还因为天热催生出了一些流行语，比如这天热的，人和肉串之间就差一味孜然。今年呢，调侃的话就更逗了，有网民打趣的说大热天儿的出不去，桌子太热，麻将刚码好，居然糊了。而现实的生活却好不到哪去，各地都有高温的消息传出，像是猪中暑、鸡鸭热死、新鲜葡萄变成葡萄干、江西鄱阳湖进入1951年有记录来的同期最低水位等等。在极端气候下，农业总是首当其冲，比如旱情严重的长江流域，多地农田都出现了龟裂，而秋粮作物占到了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的3/4。当前也正是内地大部分地区秋收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，因此持续的干旱一定会对粮食产量带来影响。不过一些媒体仍然预计今年还是会迎来秋粮丰收，但真实数据往往让人扎心。而对于当前的干旱，一些上了年纪的民众认为，比起1960年的大干旱，今年的情况要更加严重。而目前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也必定会威胁到经济民生。在一系列限电停电措施下，电荒也再一次袭击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。比如四川、重庆这2个地区，原本正计划联手打造万亿汽车产业集群，结果目前被迫限电停产，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汽车产业链。由于缺少来自四川、重庆的零件，上海汽车集团和特斯拉公司的最后组装只能挂在生产线上，难以出厂。怎么办呢？上海也不甘心就这么看着自己的 GDP 被拖累了。8月16日，上海给四川发了函件，要求支持四川汽车产业重点企业的电力保障，减少白天限电时间。而且限电影响还不只限于四川地区和汽车行业，安徽、浙江、江苏等多个地区也启动了各项限电措施，比如有序用电、空调限温、错峰用电、减少电梯使用率等等。那么或许有人会感叹，都是干旱惹的祸，影响了水力发电，而高温又让用电需求迅猛提升，这样就造成了电荒。这样说貌似也没啥毛病，实际上中国的电荒已经连续出现了3年，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是在逐年恶化。这反映出目前电力供需平衡以及相关的顶层设计确实出了问题。而未来2个月，热浪恐怕还会持续，这会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，并对整体经济产生连锁反应，甚至影响全球供应链。而且钢铁、化学及肥料产业的生产已经开始趋缓，这些对建筑、农业及制造业也非常关键，必然会对中国的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。咱们再来看看失业的情况。在最新公布的7月份的失业数字中，可以看到16到24岁的人口失业率是19.9%，差不多每5个年轻人就有1个失业的。不过还不只是年轻人失业了，最近又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失业后都怎么样了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刚毕业的年轻人，还有一类人群也面临着极高的失业风险，那就是45岁以上的高龄劳动者。而40多岁这个年龄层的人，那真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失业了却绝不能躺平，因为睁开眼，周围都是依赖他们的人，却没有他们可以依赖的人。这篇文章也引发了相当多的关注和讨论。有网民讽刺说，都灵活就业当老板了，也有人说今日的他们，明天的我们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中年人在面对年龄歧视和知识技能的不匹配时，很难顺利就业呢。去送外卖吗？但在美团的招聘上，年龄上限写明了是50岁。至于保洁、保安、服务员这样的职位，只要能招到20多岁的，谁又会去找50岁的呢？当然，也有人认为可以自己创业，或是做销售，而且网络媒体发达，或许还可以写文章，开个专栏。如果烧得一手好菜，也可以去做美食博主。那么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勉强活着的工作，只是因为符合了所谓的灵活就业。那么未来的日子会好吗？我们不得而知，大家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
我是历经磨难选择重开的万分大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